大家晚上好啊！今天我们来画临摹一幅莫奈的甘草堆。我这边用到的颜色有一个熟褐、深红、紫色、古蓝、翠绿、土黄、葛红、淡黄、太白啊，这样的。开始新画啊！今天画一个小画玩玩，先画一点那个轮廓出来，就调一点古蓝。2个甘草堆，请大家第一次朋友点点关注。再开始呢，加点稀释剂啊。其实画这种画啊，一般人1个小时就搞定了，剩下的时间干啥？老师，松节油有毒吗？微毒，尽量少用。但是呢，你要这也怕那也怕。那比如说抽烟喝酒，我觉得那个毒也不小。如果相比之下，这个是可控的，你一闻就头疼，我也是。我闻它就头疼，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少用。你看，我就用这一点点，能不用就不用啊。实在不行了，还是该用的时候还是用一点，但是要通风，把那个什么通风换气都开起来，让空气流通。它把它吹走了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就那闻一小会儿也没事，又不天天闻。如果天天闻，那肯定是不好的。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，画这种天空的时候呢，莫奈的这种感觉啊，它笔触非常丰富，在画的时候不停的调色加颜色，画几笔就要调。我注意到有些同学在画的时候特别喜欢偷懒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他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颜色一直画，就舍不得换。我们在画这种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很多同学就是老师，我就想，你为什么不肯换呢？你画了几笔了，那个笔上的颜色早就不干净了，就这个意思啊！大家一定要舍得。这天空也给它加一些色彩进去，混一点紫色看看。看我们在调色盘上的颜色啊，就是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绿色都有，这样这个天空的色彩是很丰富的，很漂亮的啊。那到这边呢，就白一点，白色更多。那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名义画笔里面的那个朱棕笔，因为我现在手上刚刚拿出来那几支笔都太大了，我感觉画这个画有点那个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啊，杀鸡用牛刀了。那画现在这个，我觉得用个小一点的就行，就这种小的，正好这个它还不是那个名义画笔的，我的橱窗里面名义画笔的那个画里面那个买的时候他送给我的，送的那几支，送的这种朱棕的，我感觉还挺好的，笔锋也够长。这个蔚蓝色加一点蔚蓝，还行，有点像。请问超现实绘画跟普通的照片比起来有什么超越的地方？冷军有说过这个话题啊，我就没必要说了，对不对？都有大佬帮我回答了，大佬替我回答过了，我天天都被人家问这个问题都问麻了，我都不想回答了。天天问什么问这个东西，哪有那么多什么这个有什么那个有什么，爱画就画呗，对不对？各显神通，你有什么绝活拿出来？难道你说你搞艺术是为了那个引导人类进步，维护世界和平？要启迪人类的思想，都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不这么认为啊！我这就是你有什么绝活，你展示出来，赢得大家的尊重，那就是很有艺术了。至于他到底能够有对后边的人有什么启发，这个不关我的事。就跟你去看一个什么文学作品啊，然后老师让你做阅读理解，你可能你给他解读了半天，和那个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没有1毛钱关系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画这个远处的山，你可以看它的山的这一块是偏紫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直接用紫色肯定太紫了啊，我们要把它加灰一点，看啊，就调这种灰灰的颜色，
这个颜色正好啊，还可以再浅一点，其实，因为远处的颜色一定要不能够太深。其实我感觉它这里应该再先加一点浅浅的绿色，然后再加这个紫色，会更好。到这一节的时候，到这一块啊，因为受这边光线的影响，它的这个绿色就变暖了。再加点这个，加一点点黄，让它变暖一点啊。当然颜色也不能太深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绿色的范围之内，有一些偏粉色的啊，那应该是远处的山上裸露到外面的石头，暖一点，再加点红和黄啊，加点橙色的感觉。虽然它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啊，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规律，从冷到暖，从深到浅都有这么一个变化。因为我们的光是大概在这边，太阳光在这边，它照过来，影子在这边要偏冷一点，这边偏暖一点。这个地方其实要再压下来一点啊，这个草都有点太高了，再改一下，调一下啊。咱们既然是直播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它画好一点，因为我之前那个课上的内容画的那个画比较小，那也是画的更加的简单随意。这个呢，可以在我们要画的更精一点啊，更细致一点。这个白色颜料那真是用得快，挤那么大一堆，这么快就没了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测试，就是把白色颜料和不同的媒介混在一起，到时候放几个月，放个半年、1年的，看看到底哪个颜色、哪个媒介变色最快，就对比一下啊。到时候做一个对比，给大家提供一下数据，比如说什么亚麻油、核桃油、罂粟油，还有什么利坤、什么三合油，还有什么速干油，这些啊，全都做了测试。什么东西好用，什么东西不好用，咱们比一比就知道。没比过你就道听途说，也不一定对。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多画一点。天天给大家画的就是为了给大家送，多画一点啊。也不是不行啊。比如说在我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面啊，像这种画风景的，其实也还挺多人看的。那有的都是好几万的播放，虽然这好几万在国内的平台不算多，但是我放到国外的平台，在我的作品里面已经算多的了。好多人去写生的，写生的多累啊！咱们现在临摹，而且这个我也可以把它放到我的印象派专题课。在莫奈的画作当中，有一个颜色特别用的多，就是翠绿。它几乎大部分画里面都有翠绿。你是说在户外写生风景，很多人看，很多人喜欢莫奈的画，还是不多。我跟你说，喜欢莫奈的画的小众，你可能觉得多，但是真正你去了解一下画作市场，你会发现小众，还不如喜欢那种商品画的多。远处还有一些房子哎，临摹过莫奈的向日葵吗？有人跑过来跟我说这个，那我怎么说？我说你搞错了，向日葵是梵高的。但是大部分人对这种东西的了解还在这个程度，所以像莫奈这种其实不太多人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看不懂，尤其是你稍微没有一点点艺术基础的话，你是看不懂的，你完全不理解的。这个东西还是要多少有点艺术训练的。色彩运用，它的色彩运用当然是很漂亮了，各种颜色穿插在一起。平时画美女、山水，这也不是山水啊，这叫风景啊。跟我念，这个叫风景。叫 landscape。其实，在什么巴比松画派、印象派啊这些画派之前，欧洲人不太画风景画的。他们很多画作里面都有风景啊，但是大部分风景是编的啊，是画家编出来的，不是专门画的风景写生。山水国画，对，国画的山水。中国人，你说的这个就有点太狭隘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国外的东西到中国发扬光大的也多得很啊。他来抬杠的，他是来抬杠的，我想起来了，不要跟他说这些无用的话啊。莫兰迪色的感觉啊，那因为它是这种早上雾霭的感觉，
其实还是要调的，有些地方还要调。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给它加一点，往这个方向啊，这边是偏粉一点，偏紫一点，这边就偏黄一点。这个光线偏黄一点，偏暖一点。水彩，这不是水彩，这油画，中间分开给2个人，给一个画给一人分一半，这什么怎么搞法？20级可送，哇塞！那你这个20级如果是送莫奈的原作，那就赚了。莫奈的原作都上亿啊！20级灯牌没见过，有的，只不过20级灯牌好像要刷上百万吧。那这是非常有实力的老板了。普通人能拿这么多钱去刷，这样的行为非常不赞同啊！普通人玩不起啊！你看啊，现在在用一个这个啊，这是一个达芬奇的小号一点的笔，其实还有更小的，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。好了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树的边边被照的金色亮亮的金边，有这种雾气，在这种远处的树林和村庄之间，还有这种灰灰的雾气啊，就是穿插在这些绿色的树影中间。所以很多这种灰色调子画出来其实是很好看的，只不过大家有可能自己画的时候很难注意到这些点。莫奈的画就是点彩，莫奈的画它有点点彩，但不是点彩，还可能点彩有一点点区别，他用的点比较多啊，但是和点彩还是有一些区别。它只是用这种小的点的笔触比较多，因为点彩的话，它实际上是用那些点来混合颜色啊，它就是用你的视觉来混合颜色。你不是说它用很多笔触，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颜色，它其实是用那些点来代替的。所以你去临摹大师的作品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会在里面有很多的收获，看它的颜色怎么用，怎么处理。这才2个草堆，我是说3幅草堆的画，不是说画3个草堆。这莫奈的干草堆有好几幅呢，很多幅。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时间，各种各样的干草堆，在莫奈的作品当中都有的。还有下雪的呢，早上的、中午的、黄昏的、下雪的、傍晚的、黎明的都有。来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草堆的颜色，这草堆呢是偏粉色的，我们再混一点啊，就不要让它的颜色饱和度太高。你看，我让你画草堆，你会把它画成粉色吗？所以感觉印象派有时候还是挺厉害的，莫奈啊，我也不是说印象派，而是说莫奈也挺厉害的。他把一个草堆能画成粉色，这样就出来那种早上光线的感觉啊，特别漂亮。你看我在画这个亮光的边的时候，多蘸点颜色，用红色跟黄色混合，但是我把它不用把它混合的非常均匀，你看这样就出来那种很亮的感觉。因为高光的地方、亮的地方它特别的突出，颜色厚一点。为什么那一幅草堆只有1个草堆，这一幅有2个草堆？所以这一幅要把它分成2半，一人1半。你说的也没错，这个也可以啊。现在这个画的这个黄色，那大概就是那种草堆真正的颜色，但是它其他的地方这种粉色、紫色、红色、蓝色很多的颜色，就色彩很丰富啊，非常好看。一眼看中就干草堆啊，干草堆是很好看的，毕竟是莫奈的经典系列。这边偏紫色一点，晚上的干草堆，中午的干草堆，这可是名画啊，这可是价值上亿的名作。当然咱们画出来也值不了几个亿，但是大家放在家里面，你也知道，直播几个亿的画，下次我要在那个上面写上。简介上面写直播几个亿，
这里肯定是有一些树，远处的树的影子，用这种很小很小的朱棕笔啊。这幅画我基本上都用朱棕笔。其实画这种风景写生确实挺难的。你想想，这个光线，我现在已经画了1个多小时了。如果是他当时在那边，这个光早就没了。所以他应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啊，他估计也会分个几天时间，有可能画个2天。我记得他画干草堆的时候是到他搬到吉维尼了，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变成了有钱人了。我听说是他雇佣了当地的马车夫，拉着他的这些画材，每天就跑到那个村子边上去画，这样子的。年轻的时候他没这个条件，到了大概50多岁啊，所以像他这个画呢，你大概去理解他的这种感觉啊。如果你要去完全照搬他的笔触，这个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大概你要去理解他这样画的这个感觉。那画中的色彩是真实的还是他感受到的啊？当然是真实的了。假如你曾经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待过，你再看到他的画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熟悉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像早上空气很好的时候，你推开门，这种太阳刚刚出来，这种非常又有雾气、冰冷的这种早晨啊，这种光线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小时候去上学，走在路上，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啊，很熟悉。看他画的这种画的那种氛围就很熟悉。他不是说看出来那么多颜色，而是他用这种颜色来还原出来你那种感受，明白吗？就是如果你直接只拍一张照片，它其实那种感受是会被严重削弱的，因为你在现场看到的东西和照片里面所呈现的东西是会有区别的。照片里面它捕捉不到更多的信息，但是它通过这种色彩的方式来强化了这种感觉，就把原来在图片里面会容易被压缩掉的这种感觉给它强化出来了，就是能让你明显的感觉到这种感觉啊，就你一看这个东西就感觉到光啊，尤其是他特别喜欢画那种早上或者晚上、傍晚那种，有很多印象派的话都是这样的。你如果只是跑过去看不懂的，他有可能看到这堆乱糟糟的笔触，你有时候推远一看，哇，就是这种太阳刚刚出来照到那个树梢上面发光的感觉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它是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，其实来制造这种感受。它其实是比较理性的这种用特意去制造出来的这种感觉。全凭感受画的，那就是到更加后面的后印象主义，比如说像高更啊、梵高啊这种，它就更加的偏向于主观感受。印象派和后印象主义的区别在这儿，就是印象派他画的画还是眼睛看到的那种东西啊，就是真正的东西，他画的就是真实的感觉，你必须真实的感觉，亲临现场的感觉。他是后印象主义，他其实就不太特别关注这个真实的感觉了，就更加的偏个人主观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印象派它的重要的任务是还原当时的那个场景，让你看到的这种真实的感觉，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叫印象，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感觉那种阳光扑面而来的感觉啊，或者是这种当时一个描绘的一个场景的那个感觉。这种梵高他就属于这个流派了，内心里面的感受可能会更多一些，就是不同的底层的逻辑就不太一样了。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画很多画、对这个东西了解不多的人，他其实是察觉不到这当中的区别的。只有你真的是很了解了，慢慢的你自己画了很多画了，你就会逐渐的理解这个东西的区别在哪里。艺术的发展有好多，它其实都是这样子，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提升啊，这是艺术的进步啊，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。如果要聊的话，这个话题也有很多，就比如说这些印象派的，或者是后印象派的，或者在后面的什么野兽派啊这些，
什么表现主义啊，这些都是在之前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提升。你再画一下这个亮光，画之前还是把这个笔擦一下，用黄色加红色，再加一点点白，就不用把它混合的很均匀啊，你看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厚厚的这一层颜料，厚厚的，因为在以前的这种油画里面是没有这样的真实的光感的，是有这种通过明暗对比塑造出来的光线，但是它不是通过色彩的关系，所以那个东西就差点意思啊。你看到他画的那个光影效果是有，但是那个画面黑漆漆的，对不对？差点意思，没有那种真实沐浴在阳光当中的感觉。但是只有在这个印象派的画里面，你可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真的沐浴到这个阳光里面的那种感觉。有些莫奈的这几幅画作，莫奈的这些画，我觉得它光感最好的就是这种干草堆，有这种真正的阳光照到你的感觉。忘了画这个房子的小墙壁了，再画点加点那个房子的墙。说实话，我小时候从来没见过麦子，我记得是在上海也有种麦子的，就是有个公园里面种了有麦子。春天的时候去可以看到他们，还有人收麦子。就那个后滩公园里面，这里的颜色非常丰富。那我们就用这种点的方法，一点一点的点上去。而且先加一点这个粉色的点，再来一点这个绿色的，稍微加点蓝色。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啊，在画这种有笔触的画的时候，也特别喜欢重复，一定要避免画面当中的过度重复。笔触，你假如说我画这个地上的笔触，你也不能够就这样噔噔噔噔噔像写字一样的点，一定要去变化啊！就我画的时候笔是会变的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这样啊。你看我画的时候手其实在不同的在搓来搓去，让这个画出来的笔触不那么重复，往各个方向跑，看起来就这个画就很灵活啊。如果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心里面默念啊，千万不要画得太死板了。我们再加点黄，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啊，就是你的颜色画得太死板，笔触太死板。其实看过很多人临摹梵高，指导过很多人临摹梵高、莫奈的这种作品的。说实话，他们这画的临摹的难度并不高，但就是在于你必须要克服很多不好的习惯。但你在画他这个画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可以让你养成很多好一点的习惯的。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从小我喜欢临摹他们的这种画，所以也是这些东西可能在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就了解到了，就你形成习惯了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。就有很多人他特别不喜欢画这种画，因为他感觉这个画找不到安全感啊，就没有安全感。就是画这个画的时候，他不知道颜色该放在哪儿，那一笔该画到哪里，他不知道，找不到安全感，这样就看起来画的就非常的害怕，生怕画错地方。但是这个就属于，因为你说印象派的画有那么难画吗？没有，因为它不需要你那么严格的塑造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严谨的构图，但是它的问题的点就在于你很难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因为你在画的时候不知道该画哪儿。就叫用色的底层逻辑啊，其实我都已经出过视频讲过的。就是他刚开始画画的人，他感觉我不知道该放哪儿，这几笔颜色生怕画错了。其实当你真正突破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哇，无限自由，因为你在画的时候，大的方向对了就行。新手在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画难度真的不算高，对于会画画的人来说，但新手其实也可以画，但新手的话就会出现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，恐惧，你生怕画错地方。你比如说画一个这种写实古典油画，这个你先把轮廓描得整整齐齐，细节都画好了，然后像填色一样的填上去，那这对于好多人来说，这是一种很安全的范围，他不需要去自己去冒险。但是画这种画的时候就存在这种冒险，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克服内心里面的害怕，它确实也需要一点经验积累啊。你画多了，你也不会害怕。就好像你一个从来没开过车的人上路都害怕，你开车开熟练的人，你就感觉这不就是
随便开嘛。现在再加一点这个，你看这个颜色就是这样点，有好多新人就会觉得这是在乱画，它不是啊，不是乱画。我都画了2个小时了，我刚刚还说1个小时就能画完了，那太高看我自己了。然后画了没有2个小时，才大概画了1小时40几分钟了。你要懂得它的原理的，其实还好，但是你要真的自己去画出来，它的这种感觉还确实是有点难度哈，是不是？就你自己看的一个风景，你要画出它这种效果来，还确实是需要一定的理解，需要理解的很深刻。哎，我感觉这个影子太明显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把它削弱一点，再加白，再加点白。感觉要理解，不能完全靠感觉。不知道你理解对不对？肯定是要靠理解的。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析过，它其实是用一种色彩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现场的那种感受。你被这种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啊，那种光线强烈的光线的感觉，如果是你直接用那种固有色是画不出来这种颜色的啊。你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干草堆，它这个草堆画成粉色的，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原来的那种画画的人，你说画一个粉色的草堆，这可能吗？所以它纯粹是想用这个粉色来体现出来光照的感觉，光线的感觉。这样它用这种方法就显得这个光线很强啊，暖暖的，这种早上的太阳很低的时候的那种光线，所以它色彩就很鲜活。用这种方式，我现在感觉啊有一个小问题，这下面的颜色太暗了，我要把它调亮一点，把这种暗色调再遮掉一些，把这种尤其是这种绿色暗的绿色要遮掉一点，所以要把它削弱一点啊。刚刚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影子一定要减弱一点，不能太强。咱们要给它加点白。你看啊，我们在平时画影子的时候，容易把它画成黑漆漆的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影子颜色这么鲜艳，你简直不敢想象这是怎么画出来的，这怎么看到的？但它就是通过自己的主观去，为了表现这种光感，它用这种粉色加绿色的这种对比来画出来的光线。对吧？你在现实当中，你能看到这种颜色的影子吗？看不到。但是他用这种方式，他确实就营造出来了这种真实的光感，就好像你早上起来，从那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，你去田边散步，就可以看到。所以你要说这种东西，它确实是比那种水墨画，它真的多了一个维度，对不对？我是感觉的啊。它能表现出来你那种现场看到的光感，很多人他不能理解，他理解不了，就没有达到深入的程度。我看过有很多人他误以为色彩就是颜色很多就叫色彩，不是的，色彩不是颜色有关系才叫色彩，所以它这个就叫关系做得很好的色彩，就活的色彩。你要中国古代画里面有没有那种色彩特别鲜艳的画？也有的。但是它那种色彩就相当于是你是一些填色的，颜色各是各的，互相没有关系。包括很多这些装饰画，色彩非常鲜艳，它其实也都是各是各的色彩，色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就印象派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，就是它的色彩之间是有关系的，它能够让你的大脑产生那种联想。能够让你感觉到光线，这就是把这个画真的提升了一个维度。它不是说你颜色用的多或者少，而是有这种色彩关系。你也认为颜色多就是色彩丰富，对吧？那你颜色多，你拿一个什么色卡上面几十种颜色，但它不好看呀，它没有那种色彩互相衬托出来的感觉，这就会。它这些颜色其实就死的，不是活的。只有这种真的产生了色彩关系，它就是活的，能够让你的眼睛调动你的大脑的那种联想。这就属于一个他们印象派的一个将画作提升到的新的一个维度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。你用一个色彩去衬托另一个色彩，
就是你比如说，你看它的这个红色里面也衬托的有绿色，这个粉色里面也衬托的有绿色，绿色里面也衬托的有粉色，它用绿色跟这个红色互相衬托，达到这种感觉，就是非常巧妙的结合在一起，就会达到这种感觉。同时，你看它这里面还有黄色跟紫色的衬托，互相对比，也是啊，黄色、紫色、绿色，但它这个主要的这个调子红绿，然后就粉色和绿色，它不是红色和绿色。哎，这颜料太厚了，写都写不上去，好难写啊！只能一笔一笔的写。见笑了啊，我写字太难看了。那是啊，哪有人家大师的嘛，龙飞凤舞啊！你看你签名，你居然是像画画一样去画的。那这个你以为在这个画上面那么好签啊？你开玩笑吧？这个字都，这个上面颜料太多了。好了，看这就跟画上去的笔触差不多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你还拍。再来加点笔触，这好用的笔还可以用一下。从头到尾用的都是朱棕笔，现在用这个雕模笔再补几个笔触出来。30乘40嘛，它这个画的比例不是这个比例，这个画应该是32乘以18点几啊，这个宽是32厘米，这个是19厘米差不多，它这个比例是比较偏长一点的比例，细节再处理好一点。雪景快到了，它应该是今天才拿。这是油画，这画布啊，不是油画纸，画布。你把画布剪下来贴到这个上面就行了。油画纸太难用了，你没必要用油画纸。画布好用多了，不需要搭配一个框，也好保存。我们有时候画一些小图、小画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搞，挺好的呀。其实这种画它也可以装裱，它装裱的时候。我给你们寄过来的那种装裱太简单了。如果大家也要讲究一点的，你还可以请那种专门装画的，它可以把它用真空吸在那个木板上面，再装起来，那个就更好。这看起来跟你框的油画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区别了。OK， 这一幅就可以了，先到这儿。我们再画下面另外一幅。